是不是？等车吗？我在等你啊！这个老菜脯基地下是自己做的，这个比我阿嬷都还老，这个老菜脯。哇！今天8点半才上岸的，真吃很好吃。哎，真的好吃哎！好来喽！假日还得排队排很久才能够吃得到一拜天地。哇！我来了，娘娘，娘娘我来了！这次是来到了湖口跟新丰这一带，湖口老街。小顺帮我们解析一下，他是在说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叫长冈岭，是。那大家来这边的正案呢，其实做下杠的代志，或者应该就是凤梨，用猜的啦。用猜的，这个温来，照理来讲是水呢涌泉的地方哦，把水口，算是风水宝地的地方。风水宝地，穴是王侯物将相地，这就是一个宝穴了。新荣来到这边呢，他也不想走了，谁人有福做得到，金银财宝万万种。在清代的刘铭传先生，就是从基隆呢把建了第一条铁路，对不对？就是到这里来哦，所以呢，整条老街当时就是风生水起。里面有一家老店，我以前跟他们家买了两口瓮，那时候买好像就1、2万块吧，现在一个瓮大概30万以上。所以呢，在这个中药老街呢，是我今天特别安排了一个重量级人物。他其实呢，在新竹呢，算是有头有脸。其实大家都算有头有脸啊，只是说脸啊是方的还是正的，是不是那种的？来看看，慧这位重量级人物。嘘，小声一点。外景小王子不可以让大家知道我第一次去湖口老街，太丢脸了啦。县长好，是县长啊！谢位，是魏哥，来，请坐，现在请坐。高兴了。哇，县长在这等车吗？哎呀，我在等你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县长准备了好几条的路线，希望大家到我们新竹来玩。哦，今年的话是我们又规划了5条路线。县长您好忙哦！哎呦，你都不知道，为了大家，对，吸引大家来哈，我们都想尽了脑子，把我们的最好的味道都把它送出来，呈现出来。像今天第1条就是新丰湖口，第2条是宝山峨眉，第3个是琼林，第4个是尖石，第5个是关西。这5条路线，欢迎大家来走一走。而且呢，这个海边听说呢，生态都照顾得很好。是我们新丰是我们全台湾最棒的一个红树林区啦，也是唯一做了一条步道可以走进去看，走进红树林里，对，然后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隧道的感觉。哦，这个是海茄冬，这个是海料料。你来到这边啊，一定要喝一个传奇精酿啤酒厂的一个微醺蜜叶蜂蜜酒。哇！真的，你们来了就让你们等下先尝一尝啊。去哪里尝一尝？是我们这边福和老街。你要知道福和老街在100多年前是最热闹的一个街道。我们就随着你的脚步，我带你们来去。对。好，来，哦，是。以前福和叫大窝口，这是老的天主堂，这也是个景点啊，非常的宏伟。因为老街好完整哦，早期的这些建筑啊，非常美丽啊。假日这边你都进不来，真的人潮满满的，百工百业，在这边你还是能循序着过去100年的风华，而且感觉这艺术气息很浓哎。你有没有来过啊？我没有来过哎。哎呀，太逊了我。我是很多老朋友在这里，玩石头的朋友，玩这个古家具的朋友，收那些老东西的。我2000年的时候，这里的风华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来了。是哇，那你跟我们新竹人很有缘呢。很有缘，是啊。嘿，哈嘎西龙哎，哈嘎西龙哎，哈嘎三脚胎，三脚胎啊，三脚胎啊，三脚胎来。最聪明的男人就是娶客家的女孩子，真的是又会持家，非常勤劳，对，勤俭朴实、刻苦耐劳。我们家百香果好像也有客家血统，发现他外婆就是客家人，难怪左左对待我的方式，很好，很客家，喜欢。
哎，你看这个建筑，真的那个雕花都很漂亮。早年我们这边是这个非常繁荣啊，是你看看这些建筑就知道嘛。是你要带我们来这监狱吗？是要看电影吗？现场有这个，你想看我就带你进去看一看。这大忙人还带我们看电影。来，县长你好，县长你好。大师，你几年没有见面了？老板，你好，欢迎，非常有才华的，是真的老板。而且呢，哇，看到你们家这些文物，是对，还很多哈。对，哦，这边就是这一颗卖不卖？事后再讲。事后再讲。小顺是在这里曾经有，因为我10多年前有那个缘分到这个老板家来呢吃饭，看到他2颗精炼成的瓮，现在那一颗在我们家，哦，这一颗现在在我们家。哦。谢谢老板，你放心好了，我没有把它卖掉，我在好好的帮你保存。如果你想念它，我再把它带回来。先看看我们大师法家的做法。哇，这个现在都能好好的在这里一石万篇诗的画饼，就是切了一半，它还有了千行的字，所以一颗石头里面它其实是人文荟萃的。哇，这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小顺，哎呦，这么厉害！今天教会有我们来祝你这个收视长虹啊！一回头，刚刚不用0.5秒的时间，现场已经写好了。对，人家这就是大人物有备而来，你就准备录音。好，现场您休息一下，好，我的笔墨纸砚我弄一下。好的，小顺要来挥毫了。小顺，你这样写有曾经扭到手过吗？哇，你这样是唐伯虎旁边的小小书童。好，可以。来那个印章。大功告成。香气呢扑鼻而来，来到我们的客家庄，我们一拿出客家菜来招待大家。这是最经典的啦。所以我们看到这应该是客家小炒，客家小炒。你看它鱿鱼、豆腐干，是还有葱，那都是上顶。我的小炒里面的猪肉都用松板肉，哎呦，是猪肉里面最贵的一块，精华，黄金6两肉，一条猪再大也就6两。然后是土鸡，来这里不能不吃这一块鸡酱，他们这里的白斩鸡，这是跑山的，看那个皮，金黄色的，买这个鸡肉啊，我固定在哪一家买，它一定很多几十只鸡，那怎么挑？最大只的，因为它原则上是同一批小鸡出来的嘛，是最大只一定是最健康、最会吃，还有一点点肥没关系啊，油拔掉，这个肉才有甜味。而且要有这么古色古香的一个地方，说原本是戏院，这个戏院的规模呢，就是那个墙壁到最后面那个墙壁这么长，这个墙壁到厨房里面那个墙壁这么宽。那座位区是在哪个？这所有都是座位区，容纳300多个观众到。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糟蛋，是因为客家人好像都有那样做红糟，对，过去要把这些食物要保留嘛，是，好，所以他就会用红糟来做，然后它味道入味非常好吃。来这个走，你这个做吗？我也会到处去吃，可是对，还没找到第2家出这么好吃，出这个菜，哎，还没有出过，这就是你们老板，这个红糟带甜的，有点像酒酿的感觉，酒酿。哎，这个焖烧鲫鱼啊，这个鲫鱼肉就是功夫在要焖8个小时，里面的骨头才会化掉，骨头跟头尾通通可以吃，都可以吃。
这个是什么鸡？老菜脯鸡汤，老菜脯，几年的菜脯？40年。哎呦喂！这个老菜脯这批菜是自己做的，这个比我阿嬷都还老了，这个老菜脯。阿嬷还老，真的16岁嘛，阿嬷40岁。哦，好香哦！我在节目里面算是年纪最小的，所以我经常跟长辈先盛个汤。哎呀，真的小训很有礼貌。40年一喝下去，哎呦，哇塞，那种微酸然后底蕴的那种程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这很难找到有这么老的这个对菜脯嘞，老菜脯啊，而且老菜脯那个汤你舀起来一看，跟外面的所有很多那种菜脯汤的成色不一样，那喝下去完全那个气管有没有？完全通畅。哇，这个控肉，这个五花肉里面那个竹笋香啊，极嫩，真的是入口即化。太好吃了！这道菜算是我们现场最喜欢的一道。这个是我们最喜欢吃的客家话的烤牛肝，其实就是国语讲红烧肉啊。客家话其实还有一句话哈，皮瘦来，我们这个底层人家讲皮瘦，那个骚味很瘦。但是我们是讲很文雅，就是皮香。你到新丰湖口来的时候，是海风的味道，你可以闻到海风的有海味，满满的。那你到宝山峨眉，我的家乡这边来的时候，宝山有个木炭窑，所以木炭香，然后峨眉又是茶香，那如果你到了尖石乡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月桃的香味。哇，内行的买大瓶的。那如果你到我们琼林来的话，桂竹香，而且现在是大出的时候正是季节啊。那如果你到我们关西来的时候，关西现在有咖啡，之前是仙草嘛，仙草还有茶香，仙草茶有名。现在咖啡，有年轻人喝咖啡的更多。对，这5条路线哈，我们是欢迎我们全国的乡亲，大家有空你一定要来，到处去闻闻这个香味，走一走这些山里，享受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算是来了1条线而已，我们还有5条线可以叫人来好好的品尝一下。时来无未来，就是石头来了，我还没有来。但是呢，夏天就是时在无不在，石头还在，我们又不在了，所以我们是人间的过客，所以只能竭尽所能，全力以赴，把人生任务呢尽到最好的状态。哇，很有禅意哦。没错。那这一对呢，就是我会带回家今天是让你看。不是，我们要送给县长的啦。大家来庆祝完。谢谢县长。你好，威廉，请问你好。对啊，多久的历史？今年刚好是110年，整条老街的话有330米啊。那两边的建筑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巴洛克式，然后结合闽式的这种红砖的圆拱建筑，保存非常完整。这个砖块也都是当时就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不是后来拉皮的。所以你看那个砖特别的大块。其实台湾老街你细看真的不一样，而且呢，它那个风貌呢完全都在。然后每一间有每一间的特色啦。当初这里这条街上。对，美惠姐姐，我刚才问她有没有玉石坊，对。啊，你在做什么？我在用娘家的蒜头。蒜头。今天没有玩玉石，玩蒜头哦。这是我刚刚讲的亲戚，也许经常会遇到。真的有亲戚哦。哇，小顺。什么？亲戚家好深啊！不是啊，这里的房子都这么长吗？借一下看，借看一下。这边的房子这是工厂是不是？是，这间刚好是工厂。哦，不是说每一间都这么深还是？我们这半边的都是这么深，都这么深可以跑100米。可以在家里变成运动场。对，可以。哇，好累啊，好累啊，真的很深啊，还没有跑到底啊。所以刚刚你有看到墙壁上面“金银财宝万万斗”。对，以前能够在街上做生意都是有钱人。对，确实。开玩笑，有点喘啊。怎么回事？没有，里面很乱。哎呀，不会啦。小树这个石头很特别。对，我跟你讲，它有点琉璃的，这琥珀光啊。这一般大概就要黑年糕，要黑到这个地步，对，才有琥珀光。对。喂，姐姐也是很坚持，数10年如一日的，张爱石头，真的太久没见面了，辛苦。还挂在那里，老街一石坊。真的。
你真的是留了我那时候还没来的墨宝。哎，你们就坐坐，我先去工作，待会再来找你啊。你是在地人吗？我不是在地人，我们刚好因缘际会，17年前来这边用过一次餐，蛮喜欢这边的氛围。就像深圳爱上这里。对，先认识了我们新竹的一个特色，新竹特色是玻璃，吹玻璃，对，拉玻璃、吹玻璃，然后也开始学习做玻璃跟老街这边的相关的一些文史介绍。接下来我们走到这个尾巴这一段，有没有？对对对，跟前半段不同，我们的靠近庙头那边哦，我们很多发展都是从庙那边开始。那可是车站是在那一头。对对，所以这整条街当时都是拉货的，都是做商业行为的。对对对，所以这骑楼都特别深，你会发现不管跟哪里的老街比起来，我们的骑楼特别深，特别深，特别宽。因为我也去过其他的老街，对，哎，我没有办法这样跑，还是我年纪大跑不够快。我以前在咻就回来了。这个风味都还在哈。对，尤其到这一段的时候，后面是2层楼的。你看这种雕花手工的，真的是讲究。这个是我们这当地罗家的罗大哥。对，你好，你好，你好。都还蛮老外的。是有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没有，我本身是本土在这边做，不过我经营了挺久。哦，餐饮都特别感兴趣。是在地人吗？是，我本人在地人，没有错。这是我们的创会长，这条商圈呢，我们开始发展呢，做这个商圈发展协会呢，就是我们的罗美瑶罗大哥开始的。哦，对，因为我在这边经营这家店已经经营了22年，所以其实早在很早以前我就想要创立这个协会，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一直到的2017年、18年的时候，整个实际成熟的时候，我就开始把这个协会给它创立。首任的庄会长，等于也要付出这里整个对，没有错。烽火老街本身它就就是一个在100年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商店，然后期间沉寂了大概有将近50多年，将近60年。一直到了2000年左右哈，整个的景气才起来，整个那个烽火老街原本的那个风华才重新再现。家家户户都是不同的家族，是他们也要去呢这个串门子，对，才了解说这一家到底要不要租啊，是，或者是外地的人要来做什么生意啊，他们呢出手去帮忙。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热闹。对，正因为有你的付出，现在有更多的资讯，真的，更多的商家在这边呢，创造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才知道每一个的故事哦。OK， 谢谢，辛苦了，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好，谢谢你。这间现在我们看到是进木坊，是做木头的。老板他原本是科技业，其实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外地回来这边。科技业再回来做木头，继承家业了。但是它最特别的还不只是它的木头，我们这边的老屋哦，它这里面呢还有一口半口井，2户共用的。我们到里面来看看。老板好，哇，好香哦！罗彦成，我都叫他成哥。成哥好，哇，好香，好舒服哦，最喜欢这种。来参观一下你们家的半口井。在里面。哇，你们家的桌子椅子我都好喜欢哦，自己做的，都自己做。你看，哎呦，在这边。在那个年代要打一口井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也刚刚好这一条街的这个底下是有那个泉水的那个脉啊，那可能过去的他情感都不错，所以我捞我这边的水，对，隔壁你捞你那边的水，哎，真的很有意思哎，现在留下的也不多了，所以这边还有开放让大家来做参观。客家人呢，他们是唐山过台湾没半点钱，所以你看连以前的这个卸下来的门板都变成一张桌子。你有看到这个？我看到是开哪边的？它是这一面吧？这是不是这样开的？它是这一面。然后这个蝴蝶结不是说他要小学毕业要挂个蝴蝶结？对，不是，这是要连接它，让它就不要再继续崩坏。对，这大哥很厉害，什么都自己做。对，好棒，好香哦。那个是窗棂，窗户的那个轨道。对，一些老元素其实有些废弃了，那很可惜。那我们希望利用这样的东西，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延续。像这一个哦，这个也是用以前的老梁料再去把它拼接成一个大的桌面。那这个是洋料块，大概半边景那张桌子就是利用门板再制，这个也是利用门板。对，它其实旁边之前是腐坏了。但是我认为它还有可以利用的地方，所以就是善用它，可以利用的地方再把它创作出来。大同电锅拿去做一张椅子，这个好好笑哦。
这个二创，这个很重要。对啊，这也告诉我们的后代子孙，就大家呢要珍惜呢家里的呢一针一线。对。哦，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是可以再生的。对。走到这边，你会发现这一栋是最高的一栋哦，然后最华丽。这一间的话，当时我们号称是吴半街，那也是吴家他们盖的房子。那他们是做油的，应该是3栋是不是？对对对，看得出来这3个是一起的。建演跟这个演春的话，就是说是当年在那个寅年，然后是春天的时候来建造这个房子。看到上面那个几个字“原得其所”，在《诗经》里面的提到的几个字，然后就是说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觉得他于是在这个地方对有所建了他们家族。对，对面我们看到这一间也比较特殊一点，大家都红砖，可是只有这个是洗石子的，比较洋化的这个建筑，作为他们的一个集会的地方。这上面这些花砖，其实花砖已经变成现在很多人收藏的对象。没错。对，然后当然看到这一间也是很特别的一间，它这台脚踏车。这是我们假日限定的这个脚踏车芋泥哦，这个平常日没有哦，只有假日还得排队排很久才能够吃得到的。那今天是完全是为了我们而开吗？可以这么说，没有错。帮人家叫一下老板。对，他说找店主请敲钟。来，很有艺术家的感觉。对啊，人家本来就艺术家。对啊。脚踏车芋泥做20年了，哇，很多人就会来这边打卡。这是纯的芋头下去磨出来的，是的，这个都是自己研发的啦。在20年前我们来这里住的时候，开店的时候，其实湖口以前是产芋头啦。哦，对，海鲜。因为每次芋头节结束了之后，他没有让人家留下深刻印象嘛，这个农产特销卖完了就结束了，对不对？啊，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来开发一个芋泥冰，让它可以延伸，让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很多那产季一下子就结束了，对，但是呢，冰呢1年到头都可以吃得到。芋泥遇见你哦，还有湖口遇见你，挺好的，棒。之前有来过，有看到这一间吗？好像以前没有这么精彩，越收越精彩。是，对啊，里面的也是老房子改造的一个空间啦。顺哥刚才是不是对这里面超级无敌有兴趣？走，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哦，真的吗？我们进去看看。可以，可以哈。对。什么东西？不是，那个应该是水果的。其实你刚是看那个人，我是看这个柜子。水果。这个感觉就是要来寻宝的，要慢慢走的。这是以前的那个酒瓶子。其实未开封的，未开还有酒的，有，蒸发掉了。它以前叫什么酒啊？它是那个公卖局的。对，我知道，它其实有盒子的，这个是有盒子。对，有盒子。因为以前我们家就是卖这个的。哦。这是多久以前的？这我小时候就大概50年以上。哇！然后这一只就很厉害，一个是明代那时候，它生火可能会要挡风嘛，就风。哦。这个柜子也是厉害的。厉害啊！这个早期中国的这个中式的比较少见。我都换亚克力的，因为那个玻璃都坏了。哇，你有没有 feel？ 这里宝真的太多了吧？还有2楼哎，还有2楼，不行。他就无心主持了。来到湖口啊，一定要去品尝是微醺蜜叶蜂蜜酒。不行啦！这一趟新竹行你应该是太轻松了吧？我远远就看到他们家，哇，太传奇了个空间，真的，太多种口味了吧？我们董事长你好，董事长你好，这么年轻，有没有35岁？18岁而已。哇，我以为17，大我2岁。这是我们林董事长呢，难怪你是林森美我有需要啉高粱，有需要啉威士忌，有需要啉秘鲁。那董事长是从小爱喝酒，所以改姓林吗？应该是吧。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把这些菌全部培养出来，让你做这么大的事业？做这间工厂之前啊，主要时间都在研究精酿啤酒的一个拓展，然后在台湾去试着做全世界各地不一样风味的啤酒。可是后来发现，其实第一个我们成本高，第二个进口进来的酒都比我们在台湾酿制还要来的
优秀。因为国外也许它的老啤酒厂已经做了几百年了，对。那你后来在哪里找到一个突破口？当时就是在一次的市集，我自己到现场去摆摊，遇到一个新竹的青农，跟他聊完，发现做了差不多有7、8年都是错的。我有在一个台湾这么好的土地跟环境里面，有这么好的水果跟农产的资源，为什么不用那个元素？对，所以就把它的元素开始加进来。对，这一款是你们做的哦，花坛农会这一款超好喝，它因为花坛好像是茉莉花是最茉莉花最厉害。还要推一下，这个蛮特别的，这是龙井区的小玉西瓜，小玉西瓜，夏天在地的。啤酒酿造使用的原料叫做麦芽，是进口的，原料成本在增加，然后所以就选用台湾我们在地的这个蜂蜜去发酵跟酿。对，是哦，可以用蜂蜜啊。那现在都是也是看季节，哪里小农有提供蜜来，从那里面再去，因为我们有什么荔枝的啦，我们都只用龙眼蜜，它其实就不叫啤酒，啤酒叫 beer， 这叫蜜的 MEAD 啊，再结合在地的水果果汁去做2次的发酵。那我们可以喝看看吗？这是几趴的？3.5。哇，好浓的茉莉哦！真的哎，而且确实真的有一点蜂蜜味。有在开股给大家入股吗？他讲这样太俗气，我公司刚好有一个份额，你要不要入我公司？你竟然是问他，没有问我。威哥虐我1000万回，我待威哥如初恋。竟然股东只邀他，把我丢在垃圾桶。哎呦呀，好吃啊！一起，我们就是黄金的铁三角。1、2、3，叫！用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小农，在地的所有的元素，全部呢升华了。董事长动算，董事长动算，董事长动算，董事长动算。今天就独家为顺哥跟威廉，然后我们进去工厂，真的假的？看一下，别人没有来拍过，没有，绝对没有，真的。电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麻烦你们把电视机关小声一点，就怕你隔壁也听到。今天这个秘密太大了，不能讲，不能传出去。对，走，董事长，走。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加入蜂蜜的部分，跟我上来，小心一下，要扶手。哇，光是这个桶，我们先看里面。哇，太深了吧！现在这里面全部都是蜂蜜。对，这道工序叫做什么？我们要杀菌，然后才能在降温提供给酵母做发酵使用的糖分。哇！我们现在把它倒进去，是不是？对，交给我。那这几公斤一桶？这30公斤。30公斤。这一桶大概要多少啊？就里面4吨。4吨。有点重量，有很重哎。所以每一年呢，我们的董事长也帮我们台湾的专门在做龙眼蜜的这些小农们，这是一个善的循环。真的，不然有时候蜂蜜变成就是比如说蜂蜜水啊，或者是饮料啊，那其实能用的东西，他们就帮他想更多的出路。对，他可以把它，就算它的一个计算方式啊，对，就是演化成更多的产品。那这样4吨可以生产多少的蜂蜜酒？结合我们在地的水果，然后大概可以生产出20吨的蜂蜜酒。董事长，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啊，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一个故事，就是古代的干将莫邪，他们在铸剑的时候自己跳下去。为了达成你做最好的蜂蜜酒，我先表达我的心意，小顺。我们演唱会还没开呢。小顺，因为他说这个4吨我不够重，那我要先来。我就说嘛，就交给你了，小顺。尽量跳隔壁那一槽，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酒。那边是干净的。好。上
上面这么多管线，是不是它会这样子一直过去到对面去，完成我们蜜的均匀的流程，降温、沉淀，这到我们的发酵槽里面。所以它是不同风味的，应该是蜂蜜在发酵的酒，在不同的时间跟时段，应该是酒精浓度不一样吗？对，有酒精度高低不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最夯的一款四季茉莉蜂蜜酒，这个是四季茉莉四季春茶。哦，好香哦！真的，茉莉茶要倒进去那个锅子里，要倒进去。这个要剪掉，不能讲哦。对。先盖起来。然后它有一个温度哦。刚刚呢有听林董，他在呢疫情之前呢都在实验室里面，多少的浓度配多少水，时间要多久，温度要多久，他学了一辈子。怎么样？我后面还有半辈子要活，还有半辈子，他现在还这么年轻。哦，大家去看说也刚好看看这个茶叶开的怎么样。对哦，你现在要把茶叶整个抱起来了。蜂蜜发酵的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刚好有3个阶段，可以针对这3个阶段来品评它。这个是刚发酵没多久的，我们来试喝看看。我这个其实也动作也是蛮重要的，对，他也要去品尝一下，说它这个味道出来对不对？对，是的，基本上就是蜂蜜啊。蜂蜜水的感觉，蜂蜜气泡。对于我已经有感受到酒精的成分。是吗？很纯的那种蜂蜜香。真的。标准的蜂蜜酒，从一开始的入罐到发酵结束，大概要6到8个月。所以这个大概是几天？这个大概是3个月。但是那个香气真的是十足。我们另外一个，我们来试喝，是更浓的还是已经超过1年的。OK。这个那看起来比较清脆。太棒了！庆祝我们的合作愉快啊！还有，它喝起来的那个蜂蜜味就不太一样了，它反而好像比较陈化，就不是说那么糊，刚刚像那比较，刚刚是浓稠，对，现在有点清澈了。这感觉就有10多趴了，对，有10度，但感受度其实都很舒服。对，这个当成基底之后，再跟其他的水果再一同发酵，所以那个香气都是纯天然的。感谢我们的董事长，谢谢林董，对，谢谢盛哥，谢谢。未来日子一定会常常见面的，真的。小顺，哇，这里园区好大哦！看到没有？这里呢，其实完全就是打造的类似这样湖口老街，你看一下。那你真的是不收门票的。你再看到这边，它也会装置一些伟人养的宠物。这是我亲戚，各位朋友。而且今天的配色跟他一模一样。再凶一点，流口水。天气觉得很热。1、2、3，我切掉你的还好。这个姐姐她很风骚，什么叫凤招啦？凤招姐姐，就叫我阿招姐就好。阿招姐，欢迎小人出发吧！你好。欢迎啊！这里是我们交友厅的啊。这个你看看米粉，新竹最有名的米粉，特别好吃就是我们新竹的米粉，因为我们新竹酒匠风很强。我们9点的米粉出来哦，拿到外面去晒，到差不多11点，我们可以打包的。之前刚那个米粉写过几个文字，是如果呢风是一个音乐家的话，然后呢米粉呢就是那个他会跳舞，对。然后酒匠风呢要做那个柿饼也是一样。那姐姐来，好，我们往下一站。等一下，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要先让2位主持人变装。啊。欢迎我们的新郎进场。我要娶我的夫人啦！来，我们的仪式是，请站好，男左
哎，靠近一点点，不然媒婆要过去了。不行！对，靠近一点，我受不了了。对，好的，我们开始哦，一拜天地。哇！二拜高堂，高堂瓦边。三送入洞房。夫妻没有对拜啊。对，所以就把它剪掉，咔嚓。夫妻不要交拜这么快啊！对啊。夫妻对拜。送入柴房。送入产房。OK 也可以。送入洞房。来，跟着媒人婆走。来。办事喽！办事。请新郎新娘。娘子。在床上了。好，这个就交给媒人婆了。新郎要脱衣服了吗？还没。哎，不要猴急。是烟斗吗？不是的嘞。是横笛。哎，这个是千金蛋哦。为什么要用千金蛋？因为你结了婚以后，你的责任重大，所以说你这个拿好，然后不要戳到新娘的眼睛。是。上次有的新娘被戳瞎了。我来了，娘子，我来了！粘手！夫君，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马上来吧，夫君！我的夫君！我的夫君！真的有轿子了哈！哎，这个轿子是我们新娘特别做的，是。新郎官就是用走的，而且大户人家才有轿子可以。真的。哎，我们就是大户人家，所以说轿子在等着。哦哟，里面还是藤椅嘞哈！哎呦哇！以前里面是有椅子的吗？有，要不然新娘会蹲在里面啊。好，你把手半遮烟，看出来。这样子，嘿，头看，镜头在这边，到哪里了？等一下，在这边拍。新郎你坐好了哈，坐好了。我现在要全速前进哦。要开始喽，预备，我的新郎好勇猛啊，好像一只野兽啊。OK， 哇，真的很特别哦，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园区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呢，亲身体验一下。对。这个古礼呢怎么样？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很重视这个结婚的一些仪式，然后来这边是让他走一次古礼的方式，订婚的，让他走一次婚礼的方式。轩哥，你是新娘子，嗨。不遐简单，你坐家。我坐家，新娘子坐家。哎，新郎坐在这里。哦，你的脚放上来。这放上来有特别意义吗？有啊。这是特别的意义是怎么样？高凳子坐，矮凳子架脚嘛。所以说代表说你以后嫁过去很权贵。就像是说，比较轻松一点。哎，人家会尊重你，因为你坐高的凳子，你有。矮的凳子可以架脚，通常客家人哪有啊？去到那边就坐下去，哎，三伯啊，你去搞我做啥？去煮饭创啥安尼？你都唔免啦。我唔免哦，我较权贵了。对，比较权贵。我记得我上一次脚放上来是修指甲，都有。对，这个就是订婚，所以这个订婚都要有那个茶杯要放红包的，所以就会有这个大聘小聘。对。这个就是虾，对，装那个12聘礼那一些的东西，就是这类。很久没有听到这句话，对，虾，国语叫做盛，客家人叫做长。结婚的那个带过去的聘，就是礼盒啦，送过去嫁妆，不是你的金戒指啦、手镯啦，媒人12聘礼啊，就装在这里，就浩浩荡荡的拿到女方家，就这样。出品陶杯都来看，哎呦，大聘小聘放多少？金子有几两？客家人是没有大聘小聘的哦，客家人只有一次。像我啊，讲起来很便宜，嫁给我老公是2万2。2万2，哎呦，那个年代2万2也很
强了。对啊，2万2，2万2蛮多的吧？不像现在有钻石啊，什么一堆的。原来也这样子圆圆满满走一原来阿涛姐是嫁给了一个屁。喂，乱讲吧。所以后来就干我屁事。这个是梳妆台，100来年的梳妆台。哦，阿嬷已经往生了。是，我这个就是100多岁了嘞。对。还有那个烫鼠，有在阿嬷家都有看到的。对，以前这个好厉害的。这个80多年的，1、2、3，眼睛往上看。哎呦，那个是行李箱吗？对，那是老欧亚的。他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38年来台湾，就扛这个过来，提着行李箱，他保存的很好。他想说，将来有一天他要反攻大陆回家，要带回去。对啊，结果老死台湾，就捐赠给我们了。好，这个是肚兜，给小孩穿的吗？不是，是小姐结婚的时候穿在最里面的，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胸罩一样。她的以前没有内衣，你看肚兜里面有机关哦。它有那个有口袋，可以放钱的，私房钱放里面。可以私房钱啊，金子啦，怕人家知道的，就藏在这里面啊。然后也可以偷藏个冬瓜糖啦，或者是什么。因为一整天会很累，很累。没有人的时候偷偷拿起来吃。你就可以从这样子捞出来吃。姐姐以前有穿过这个吗？没有，姐姐是台湾制的，所以说没有穿这个。那是清朝。这边是我们的带路机啦，现在变成很先进了。你看，带路机就是提醒你不要太早上不要睡太晚了。对啊，要早起。对，这个就是虾拿，你们闽南人我是不清楚啦，我客家人是装米糕的。还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做满月啦，也是装米糕，提着回从娘家那边用这个虾拿这样提着。这是当年的 LV 啦。对啦 ，LV 对。这是嫁妆吗？这个不是嫁妆，是工业用的电风扇。来看个这边来，我随便点一个这个，看看猜那里面是什么？炒肉鸡与粥煲鸡有什么差别？那个长相不太一样。猜看，一只比较小啊，一只比较老啊。来看看，母鸡会下蛋，视为生育力的象征，祝福新娘早日生育子女。对，主婆鸡就是说她也是。当阿嬷啦，对，所以一起粥煲鸡。来，再来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对啦，新娘轿是不能马虎的，没有退货的一天。对啊，不然你的倒车就不吉利，就感觉他会回到娘家。我们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噔噔噔，不能后悔，不能重来一次。送你礼物，今天属于是不是不能退货？顺便不能退，飞机要小娃娃。回娘家。绑甘蔗应该是甜蜜蜜啊。新娘以 V 胎或者雨伞遮顶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遮过？被遮过？没有。好，就遮一遮。不是我们这有 V 胎就的，媒人婆的 V 胎来啊！快点！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遮一下的意思吗？太怕热，然后顺便祈福？不对的。当天上不见天，下不着地，以辟邪挡灾之意。辟邪挡灾。棒的，厉害！好，媒人婆送你一个礼物。好，这个礼物要从哪边来？送你一个飞人。有收到吗？有收到。这个礼太重了，谢谢你。是不是嫌老母鸡？不会，老母鸡的礼物。不会，注意看哦。好。哇！赞！你的麦挡到特别啊！春哥那个袖子一抖，感觉就很像要唱国语。类似啊。当当当，有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我面是古水啊。你们2位到底结了几次婚？难以计数嘞，因为我们喜欢分分合合。没关系，但有时候他是新郎，有时候他是新郎，没关系的。
保持一些新鲜感。我们喜欢 cosplay， 不会。这个剧团就这2个人。是啊，爱家你看嘛，一直水呢。啊，姐啊，你有想要带回去无？这个啊，做新妇好不？做新妇。有是吗？我是最高家的哦。唔知有你咯。会还好。你是袂使去起煮早顿的，你会使无？不要紧。菜你就好看。哎呦。可能门口交仔啊。就是我们客家人的扯铃，所以说这边就是等于就是大家真正可以免费体验，对，免费的。这个就是胸口碎大石，踩高跷啦。你躺着，然后呢？要不要试试看？可以，他可以，一定会落赛哦。哎，我的妈嘞！哎，这个这么容易上手，哎，平衡感是假的。我们演另外一个，对，他无差，有做梦，披星将将更。啊，这个就好走很多了。哎，加油，加油，加油！对，看看吊酒瓶，看看顺哥可不可以吊起来？哦，这个很难。这是我们小朋友玩的，好好玩，超好玩。这个小时候哦，对有议会哦，骗了很多钱。是，这很难。对啊，不容易。呀！加油！来！哦，差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可以哦，可以哦！加油！它会转出去。哇！耶！啊，这么难哦！这很难，这要慢慢的啦。啊！作弊成功！那边在吃什么？来，我们请老板让我们去吃一下。哎呦，哇，有好多种哎，零零的蒜头是，这不辣的，是不辣。不是甜不辣哦，是不辣的。很香。它有没有蒜头香气？吃一种就知道它的厉害了。对，不一样的口味。这个是有时候这是蒜片。去吃那个铁板烧，一定要吃一点这个。对啊，哇，超级香！你知道这么轻的东西丢上去怎么掉到嘴巴里面？怎么样？这样。1、2、3。啊，我也会哎。你也会啊？老板拍手了。这有什么好拍手？你看，好像这个就搭配了其他的。对，这个是都是不一样的。雪莲子，哦，是鹰嘴豆哈。好好吃哦。对啊。有没有白饭？跟我有丁香小鱼加蒜片。蒜头可以搭蒜好多，百搭。对，是的。这个没有买一下也对不起老板。这可以当零食吃。这个当零食，喝茶的时候有。有礼物哦。是，怎么好意思？我已经准备好。怎么那么好？好吃。有一种核桃加蒜片。对。腰果加蒜片。好。感谢。哦。方口师吃到一直发出声音。特别为顺哥准备的哈，跟各位工作人员哈。谢谢，感谢老板。咚，生意兴隆。这个是我们的冰果室啊，这边就是我们的浩扣楼大圆楼，这个是萧楠木，对，这是林户局送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神农大帝，我们客家人几乎都是拜我们的神农大帝。客家来讲，不讲神农大帝，他是讲五谷爷。那为什么五谷爷对我们客家人这么的重要？因为他有教我们做陶瓷，然后纺织，它是尝百草的，像现在我们的贸易行一样，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会。所以他把很多的知识都交给我们客家人。对，生活的每一部分，几乎都是他在弄的。感谢神。对，然后它有4个脸哦，你现在看到的是黑色的脸，对，它有金色
色的脸、红色的脸、绿色的脸。为什么有这么多脸？刚出生的时候就跟我们一样，然后他是生食嘛，到处吃的有的没有，他所以说他的脸是稍微绿色。哦，当他知道熟食以后，循环有没有？就比较好了，他就变红的。然后他的脸是黑色的，为什么黑色？他常年是长白草，有毒的话，它是日积月累的藏在这里面。然后有一天他误食断肠草，就这样子一命呜呼，哀哉。这个就是我们的古农剧，这好少看到的哦。因为你们都年轻嘛。这一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只辣达，它叫露露，不是露露。它把那个甜的有没有平的，把它弄平。走过牛拉嘛，像这样牛拉走过一遍，它会把那凹凸不平的压下去，就整地的感觉。对。当年的农业社会呢，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啊，这个你看过吗？没有。哦，没有看到。这是那个啊，那个帕奇啊，对，帕奇啊，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点心呐。那个农忙期间不是一直饿了啊，吃点心。挂电话本。哎，挂电话本，对。我今天带你去住的地方，你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因为它那个文学气息啊、艺术气息非常非常浓厚，好期待哦。对呀，好期待。那我有空，我跟着你们去。好，你有空，我们没空啊。谢谢姐姐，谢谢你行了，吃的太好了，太好了，去，姐姐带你走。小时候，你看，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喜欢的吗？超级喜欢这种艺术的氛围呢，有没有感觉到了？我觉得这里的 CEO 应该是一个很有气质，而且他是很跨域的。他们董事长呢，就是想说他提供一个空间，让很多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哎呦，然后来这边去展览或者放他。对，这个用闽南语讲就是五八等，就是它室内空间很大。对啊，五八等。哎，不知道这一位。这个前面这一位看起来相貌堂堂，这一位欢迎来到我们安捷国际酒店。真懂啊！是。怎么这么有度量，愿意就是放很多这个艺术品？对啊，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对，所以那我本身也很喜欢跟艺术做一些认识啊。所以我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就尽量跟台湾的一些艺术家做一些刚刚的餐厅做一些展示。是，我都常常想说，这里就是我的大玩具。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可是我每天都有一个童心。我想要是每天都想要布置新的东西，太厉害，跟大家分享。您个人在这个陶里面最喜欢哪一路的作品？我最喜欢那些艺术能够真正跟自己的生活结合，像这种产茶系列，我都觉得非常的跟泡茶之间还可以跟艺术做一些闲情雅致的那种感觉。真正有深度的人，才可以贪图享受。但是贪图呢，并不是一句不好的话。没错，因为要深入懂了之后，才知道说他的厉害在哪里。其实我分享一个儒家思想那个一句话叫“君子不器皿”。君子他不是一个器皿，他事实上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让人家欣赏，提供一个很好的味道。从感受上，从观、从看、从温度、从这个味道、声音，看这个泡茶，都会让人家这个生活非常的美好。下次弄一些石头来。真的吗？真的吗？非常期待。只是起步的重点。不行，你放石头，我也要放一些石头。你首先是健康检查，好像有肾结石的部分。这个小孩，那个董事长，因为我们的 label 在不同的路上。请等等，那我来跟你们简单的说这个故事。这幅画我是在一个艺术博览会看到，那我就非常感动。事实上，它后面背的那个白色的，事实上是冰块。这一座山事实上是一座冰山，它是在告诉我们世人说，
我们已经去破坏了环境，然后已经把冰山融化了。可是我们现在试了已经发现了，我们就是要把冰山再回来，请这些熊跟企鹅们，请等等，要把这个环境永续把它做好。我们这里酒店成立5年，我们也希望走 ESG。我从这幅画开始来表达说，这个我们酒店也要往这个永续经营还有永续发展这条路线去发展。哇，这个永续的观念，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口号，但是你身体力行去做呢，它就变成是不再是一个口号。是，年轻人说话不要这么急，请等等。整个饭店的空间很多的游泳圈，还是这个建筑有什么意象？它外形呢就是一个椭圆形。那后来我准备经营这家饭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好像是那个游轮的内部，船舱的感觉所以我就在15楼放了一个舵。然后我舵放上去之后，我就觉得感觉出来起航了。对，那个舵是特别收藏的吗？对，那个舵是我爸爸大概50年前因为我妈妈是澎湖人，然后呢就从澎湖那边去买了这个舵回来，那放在我家放了40年，所以我觉得船呢就是一种低调潜藏对，随时准备出发，到哪里就要改变世界所以这样跟商人跟这个商务人士一样，他地方就会改变世界。你看，饭店虽然不大，可是我希望它赋予它生命，所以每一周都有请。这个是新鲜的吗？当然新鲜，没有一个是假的。这是中华花艺是新竹县这个戴春丽戴老师，他是每周协会的理事长，每周调整，而且是跟四季时令的花做一个结合，有季节性的。实际上这个是教室的名字它不是潜水的那个裤要带的，实际上它叫做潜水钟。那放在这个地方，我里面又放一个灯，然后这个是纯铜的，然后它就是照着我的这个入口，就是指引客人到了，很光明灯一样。对。我的父亲也正好收藏了这个时辰这是顺哥比较喜欢吃芡腿，这多斤这细斤的芡腿。行，147澎湖有很多这一类型的。对，有的是他们那个渔网会沉下去。网坠，这个应该就是时辰的，但是网坠也有相关，差不多类型，太丰富了这里。好，我们在等另一梯的时候呢，顺便跟你们介绍一下，随处都有艺术，都是艺术品。我有看到这个船，因为我这个是整个船造型，所以我就很喜欢。它这个名字叫做满载而归。虽然你看不到渔获，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船长他的眼神，脸上充满风发，他已经要返航。我妈妈就说看到这个就想到他的爸爸，以前就是赚的钱。在哪一个岛？澎湖的赤坎，那个白沙岛。白沙，他们出丁香鱼，是，丁香厉害，对。连电梯里面都有这个介绍。新竹八达通有真清楚。八达通，因为我不是新竹人，我来到这里之后，我本来觉得新竹也是很匮乏，那么吃也没什么，玩好像没什么。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那你看有茶味，有芬多精，有海味，有海有山。像这个舵是真的船舵这是从澎湖拿回来的，然后在我家放了40多年。这是爸爸跟妈妈人生的方向，就从这里出发的。各位看这个很有意思看这样子像不像正在开船？对。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对，这个是可以用吗？器，就是我们船的一个打档。还有那个声音呢。好有意思哦。好啊，今天2位也辛苦了，要早点休息。是。那我们待会晚一点会帮2位准备宵夜。我们事实上酒店都有提供免费的宵夜，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让它热，让大家觉得暖胃。我们需要去哪一个空间吃吗？对，我们
平常都是到我们的餐厅吃，是今天因为2位是 VIP，所以我特别做了一个特点宵夜，会送到房间，送到房间，而且有我们的英式管家跟我的姐管家，好，待会你就知道。英式管家，对对对。而且你刚刚有没有发现，它每一个电梯口跟房间之间，还有那些书柜，是真的书哎。这算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商务套房，它有主题哦，白衣天使，不是啦，船长主题是。对。但是你现在靠我这个，你独立洗脱烘，你看哦，如果你是商务客，你在那边，它其实有一点点公寓式酒店的那种概念。你看哦，它洗碗机、烘碗机，真的都在这里耶。会不会太完整了一点？这个设计就不得了了。哎，这个空间好大哦。对啊，这个该不会可以喝整晚吧？对，因为船长室呢，如果你船长今天想要喝一杯是一个未尝不可呢，所以他其实有提供一个专人到你房间做调酒的服务，加价购的概念。有人他没有摇，你摇了吗？我摇了吗？你摇了，那我先醉了。哇！这超级 king size 哦，包船长这睡6人是？船上呢比较晃动，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船虽然没有开，对，但是心里面是住在大海上面的一个建筑物。对啊。时间轴中间那个飞行器是没有停过的，对啊，时间每天都在飞行。那我们究竟呢，在这个飞行的 trip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 enjoy 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台湾真的是一个超可爱的地方。是，今天晚上的梦里面会有很多，没错，我跟你的足迹。哎，有电话。等一下，我们怎么了？喂 ，housekeeping。你知道为什么我听那么久吗？因为它前面都是英文，然后听到后面的时候，它才有中文哦，所以我才知道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门口了。哎，你好。哦，是。那把它取出来吗？是，麻烦您。好，那你是英式管家吗？是。那请进来坐，请进来。请问你是管哪一家？好，我们管很大。管很大的，他会去坐电梯吗？他会自己坐电梯回家。是。哇，好厉害！哇哦，这个好精致哦，这个太有人性了。这个听说管家是要 license 的，要考试的。对，没错。他英式管家跟其他的一般管家这有什么区别呢？但我们英式管家呢，我们的范围要理解的东西更多，我们要服务我们的主人，其实是要全方面的。那边有一个调酒 Mojito 可以调一杯吗？有需要吗？有需要再帮你调。他真的会，真的会啊！我会找我的团队来帮你调。哦 ，OK。比如说难订的一些餐厅或者是什么，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订到。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买一个车子，我们就会帮他处理。对，我们会帮他买车子。而且最近的新竹地区的房子，买房子会有一个 information， 我们可以帮你办到。其实应该是我们会用我们背后的资源，我们后面还有团队，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后面只有洗衣机。你想在哪？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AJ 船长上新套餐。取的是谐音，那其实是哇，好大的烟哦。因为我们喜欢自己来的，我们很少请管家进房间。对，因为我阿妈有交代一句话，能动的时候赶快动。好像呢，我的好，对，这是我们的客家的咸猪肉。那新竹最有名的其实还有竹东，然后还有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排骨酥汤。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新竹炒米粉。这个肉燥，哇塞，快比米粉还多了。其实我们师傅也是道地的客家人，所以等于说他做的都是很道地的。如果一般客人也是会有这些吗？有一个需求我都帮你做，都是现做的哦。热腾腾的。为什么叫机器人送会比较安全？而且呢，这个里面都不会少掉东西，是因为机器人不吃这些。所以这个要特别到英国去受训，然后拿到徽章。基本上我是在亚洲受训的，对，但是我们纯正的是英国的管家协会认证。人比花娇，来吃一点。谢谢。要调戏英式
管家。我接受。你接受被丢。感谢瑞达姐姐，谢谢。对。哦，这猪真厉害，那个面粉也炒得好好吃哦。真的吗？我们不得 share 一下。哎，如果吃不完，要叫英式管家回来吃吗？哎，不好意思，我们吃不完，可不可以请你上来帮我们吃？待会那个机器人回来，我来收你们不要吃的。哦，真的好吃啊，猪肉。真的，而且那个排骨酥的汤是很正经的，好好吃一下，今天晚上好好睡一下，太美了，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红树林附近了，我们要寻找一个龙猫隧道。那是我亲戚，该怎么说？每一只都长得像龙猫一样。那是因为那么神秘，不得其门而入。还好我们有这样一个在地人。前面好多人，我们去看一下。来，小婷姐，你是小婷姐哦，你是小婷姐哦。对。哇，你在吃什么？你在吃什么？这个是把布拉鱼挑起来的，因为你捞上网之后，它也会有这种小章鱼啊，然后大一点的鱼，所以它在煮好之后，它会把它先挑过，那剩下的白白的就是布拉鱼，是的。布拉鱼这个是现在季节吗？那3到6月才有哦。其他时候不能有。不能。那这个是已经捞起来，已经吃了是吧？对，已经煮过，然后现在要冷却。那我还可以带你们到前面看还没有煮过的布拉鱼哦。哎呦，还没煮过的。02，哇！现在等于都在包装哦。哦，这个很在地的渔港啊。在这一边的话，他们现捞的海产到这边，有的时候就会直接就是到餐厅里头，有待客料理这一些啦，对。哇，这个是生的布拉鱼本人。对，而且你们今天很幸运，你看看你们的布拉鱼今天是很大。哦，大。对，一般我们大概看到这一种，对不对？对啊，这今天8点半才上岸的。沙西米呗。现在才8点31，这可以真的吗？可以，你这样生吃很好吃，很甜，很甘甜。可以耶，可以吃，真的可以吃，哎，真的好吃哎，可以吃，天然带盐味，一种海盐的味道，哇，新鲜的感觉。其实真的是要到现场来尝试一下。从这里上岸，然后就在这边开始呢，就在煮沸它。要煮熟之后，因为它要滴水，再来就要到前面去，要把它吹凉嘛。我们有闻到味道了，对，没有真正可以吃一下的。有，我立马带你们去。太棒了！不然我这手就忍不住了，很烫哦，要小心。哦，老板好。哎，我来八块给你。哎，我常常在电视哎。啊，你是给它变落哦。啊，带下去就好了。哦。敲一敲，敲一敲。哦，里面有风，对。对，用力好，然后这个把它扒开。哎，那布拉鱼看起来很不错哎。哎，很营养哎。对。这个大只的要挑起来了。而且你们，对，是的，好，你内行的。不同品种的。对，这里面呢还会有那个小章鱼。小章鱼待会要夹出来。红色
吃完布拉提了，来到这个这是什么？这个的话，这是我们新丰红树林的一个地标，它是要模仿红树林的呼吸器。这过去整片就算是红树林了，对，是北部最独特的红树林。怎么说？因为淡水的红树林，然后他们只有水笔仔，那在我们新丰有水笔仔跟海茄冬2种共生的红树林。是哦。所以这里的生态呢非常完整。那我有很多亲戚住在里面，那个小动物呢被关注，不是被关注。好，我们进去看看。好 ，OK。我们这边的居民就是靠海吃海，你看得到的这一些部位啊，就是那个漂浮的浮球，它就是我们渔民捕鱼的时候的网子啊，然后还有下在哪里？对，在远方一点，它也有小船，大船的话要到另外一边的波头渔港那边才有。是。到了11月左右，也会有渔民下来抓鳗鱼苗，就是所谓的那个软黄金。很久以前，曾经在台南的海边，半夜跟着他们一起睡，潮汐一到。然后那个网子，然后就在捞，是不是？然后他们在算那个苗是用唱歌的，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特别口诀。那你会唱吗？那个我不会，那我老公他们会，因为他们在计算的时候，计算用唱的。对，比方说7杯、2杯、3杯、5到7杯，这首歌唱完也许可以唱到80条。哇，这旅游有很漂亮哎。对，然后你看像高一点看得到那一片的话，它叫防风林。我们的防风林，然后它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是2种树，左边这一边它是一枝一枝的，它叫做木麻黄。它的优点就是它长很高，但是它底下会比较空洞一点。那你会看到在这一边，它就有一些叶子是比较大的，那叫黄锦，它会往横的发展，就是它们都会夹在2棵木麻黄。所以跟夫妻跟一个家庭一样，大家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没错。你在高处。我在低处。这条路是不是就是龙猫要出现的地方？是的，这个就是现在的龙猫隧道。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要做这一个红树林的步道的时候，它拓宽3米之后呢，是为了要方便砂石车把材料运进来。等这一些道路弄走之后，它就继续，它就开始成长起来。对，像我已经嫁来这边20年了。刚开始我在这边拍婚纱照的时候，它就只有到我肩膀。是。对，所以他们其实真的看得出来，你也跟这个环境一起成长。是，现在几个孩子？3个。哎呀，儿女成群了。跟你介绍一下那个水笔仔跟海茄冬的那个不一样。像这一个的话，它是光滑面，然后是椭圆形的，你可以摸摸看它，它是摸起来是滑滑的，很滑哎。对，那这一个就是皮肤很好，对，它就是水笔仔。你再往这边看，你会看到这个比较小椭圆的，然后刚好它现在在长果子要开花了，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层滑滑的绒毛，摸起来比较像那种 felt。这个比较嫩可是这个就是你摸得到它的那个绒毛。这个是海茄冬，这个是水笔仔，这个是海料料，没讲得来讲。了解。而且从叶子的大小其实也看得出来，因为它的是就是比较椭圆形，那它的就是小小。要不要进去找一下龙猫？所以这里会出昂景。像我们这边村子里的哥哥的话，他是放在海边，然后他会找一个地方，他们固定放网的地方，然后等退潮了，他再会再回来。这算是你们在地人那个秘境，是不是？对啊，这里就是我们的凤坑渔港，而且这边风很大，有没有？那个电风扇太强了，被吹了！快来抓住我们，王姐姐！美国回来不喜欢我们在地化的幽默。这以前是一个什么空间？早期它其实也是一个渔港，沙子一直囤积进来。对，淤积的多严重？这个应该是本来是这以前是一个港船，对，本来这个是停船的。你看像那边一吨一吨的，那是码头，那不是故意做的，它是以前就是码头。对，那是这几年才新做了这里。所以你当初回来的时候，是因为爱情回来，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也需要人家照顾，然后后面的时候认识了我老公，
她老公应该是个罪犯，因为念犯罪心理学。对，这样才会有一些业务上的交流啊，对不对？就是你了，你现在对我，你现在对我有什么想法，对不对？我对你心动了。对，哎呦呀，就缘分了，缘分。对，你帮我靠在一起。你们听过那个他说阿伯啊？他说哦，我看到睡着哦嘞，砰哒啦哒砰哒砰哒砰哒啦哒砰，砰哒啦哒砰哒砰哒砰哒啦哒，爱上你。我们这一边是捡石头圣地哦，真的哦，真的。西海岸有西海岸的玉石啊，对，这一颗就是啦，珊瑚根的化玉，你摸摸看，它的皮肤特别细。哎，真的耶，好酷哦。呀，你刚刚捡的是不是一颗帕酒啊？不是，对，是帕酒。其实你用眼睛看就知道它的密度怎么样了。太有趣了，真的很少听到都是新竹这个凤坑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去台南，也许去个渔光岛，来新竹就可以到凤坑。这一边的话要慢一点的，因为你看远远的地方很多鸭寮，看到鸭寮喽。哦，你有看到那边有鸭子吗？对，这个算是你们的这个鸭寮吗？对。以前这里很多人养鸭，对，最高峰的时候有到11户人家。那现在嘞？可能只有2、3户了。我们可以转到这一边停，要小心啊。 鸭寮，我们就往这边走喽。但是鸭会不会跑出来？飞出来啊？不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出去做日光浴喽，还有他们的泡澡行程哦。哦，所以现在鸭寮里面就剩下鸭蛋了。哎，不然我压根不敢走进来哎。因为他比你还要害怕。 是对，他以前是胆小的，他们很怕生。这边生了一列，这可以解吗？可以啊。好像你们这边海边有红树林的人都会用那些泥巴去做那个红土咸蛋。哦，我们就捡这一窝就够了。它会不会突然鸭跑出来？啊，不会，因为这里面都没有公鸭，这都是无受精蛋。最近有看那个《侏罗纪》，它有时候会突然间，然后恐龙就出来这样，对，它一直追你嘛，然后一直追到有鸭子的地方。哎，你那胆子也太小了你。 小叔，你捡啊，你捡。因为我怕有温度啊。它现在你摸起来就是正常的。哦，还好。是不是？它如果靠近我，你要跟我讲。啊，不会，我每一天来看它们，它们也离我很远。真的哦。对，因为它们就是天生比较胆小一点，没有。它这个是属于就是专门下蛋的。对，它就是专门下蛋的蛋鸭。啊，所以因为那个肉质其实也不太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来，这过来。他们从这里退休了之后到哪里去？到宜兰去做鸭赏。呀，因为它如果你这样直接煮的话，其实它的肉是比较柴一点的，对，但是刚刚好去那边烟熏，对，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料理过母鸡炖汤有没有？对，那汤最好喝，它有时候肉就没那么好。对，所以这样可以哈。哦，那就可以拿去吃。对，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做咸鸭蛋啦。 但我一定要补充一个，你知道我刚当新人的时候，我曾经呢，我跟董哥2个人，就是呢只穿了一件游泳裤，对，然后地上呢就在这里面哦，就铺了2块塑胶布，我们就躺在那边，我们全身倒满了鸭饲料，那个鸭子已经3天没有吃饲料，所以它那个闸门一打开，所有的鸭子一冲进来，天哪！差一点点有一个甜不辣，差一点就被人家搂走了。 下次我觉得我下次应该要这样子。没事，小顺，你要参加这个吗？没有，我已经出道很久，我不是新人。你不是新人是？以前那个自动有多坏？还有一次是这么小的小猪，对，全部也是3天没有吃，我们全身铺满了饲料。它是用拱的，猪是用拱的。我们好像之后会有驯龙，然后。 你去，我虽然年纪小，但是我在演艺圈很久了。我们下一站要去铺树林那边看江家古厝，还有100年的铺树。江家就算是你夫家吗？对，天水堂。所以他们已经在这边有5代、6代的。其实有第6代，对，就是江家的来台主最开始以
过来的时候，就是在凤坑。其实新竹的海岸线离对岸是很近的，100多公里就到了。对，再来就是这一边的环境也比较好，因为有靠海嘛，那所以就可以做渔民的这个部分。这边的树都种得好好哦，是不是？这一切都是天然的。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远远的看到有那个红瓦屋已经出现了。对啊，对啊。那就是古厝了吗？对。而且我们刚从那看过来，就是每一棵树它长得很有个性，那就是朴树。对，那就是朴树。而且我们这边的朴树是很有名的，它是100年朴树，而且是密集度最高的。往这边走的话，就是我们的天水堂，那就是我们这一边江家古厝的堂号。除暴平安，花开富贵。它这上面它还写了图书室。这应该是家里念书的风气很盛。我本来也是这样问那个叔叔他们，然后他说没有，就是他们在做房子的师傅就给他们提了这个字，所以我们这一边每一个古厝都有自己的题字。这是楼上现在是建2楼的，这个不是建2楼，是因为这个底下呢，它其实也是3合院，它如果要再修复它，可能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因为现在的师傅他们就是以最方便的方式，然后把它先架起来，先架起来，未来如果有能力或者是说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再慢慢的去修，慢慢的恢复它，就不然就很容易会塌掉。对。这一边只要是江家，我们几乎每一户外面都一定会有一棵朴树陪伴着这些孩子们长大，让他有人能够乘凉。对。像这一棵的话，是我们之前有请树医生来看过，它里面有碳化，对，已经先碳化处理好，帮它杀菌。这样几岁了？这样那时候树医生判定他有90岁。对，对面那个是破100了。对，所以那应该是破100。我们都会开玩笑啊，为什么这一根的那个树枝特别低？其实就是孩子们他们就直接来了，就会跨上去，然后就在上面就会在那边骑上去。对，我们家3个孩子呢，就是都爬过这一棵。对。那个有一点准备，就是做咸蛋吗？对，做咸蛋。已经调红土调好了。对啊。而且我们这附近都是这种原生土的。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昂雅定，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边的土它都是红色。为什么会选择红土呢？是因为你看啊，其实它是很 Q 的。这样子的话，你做咸鸭蛋的时候，它比较容易附着在。粘上去。对。但为什么要盖这一层土呢？因为这一层土里面它还有放了粗盐，如果要腌的话，你就直接把它放进去，然后在里面这样滚1圈、2圈，好，出来之后，它有果腹到了，就可以放到它这个篮子里面。那要放多久？夏天的话20几天，冬天的话需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它那个粗盐的那种就慢慢渗透进去。对，其实蛋壳它就跟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它也是有毛细孔，所以它的那个盐分就会透过它的毛细孔这样慢慢的进去。所以你会听过一句话，给那个阿能我个板头，马修康了，红泥土跟粗盐和在一起。我们是按照古法了，现在的话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取代它，但是就是时间也比较快，对，然后但感受度不太一样，对，然后再来它吃起来的香气也会不一样。所以你平常老公那就是开餐厅？我老公没有他之前是做冷气，等于就是你们的亲戚开的？没有，是我婆婆。 5代人在这个地方依然还在养着他们过去到现在的鸭子。我现在腿上面还有那个泥巴，还是咸咸的，就跟前人的汗水一样，一滴一滴慢慢的累成现在你看得到的那个三合院的那种气势都还在。这个算是满满的鸭蛋料理吗？是的，淡淡的幸福。 满蛋全席，那有一些3色蛋啊，这个我们这个是药蛋，
这个是蛋酒，生完孩子大部分都是吃鸡酒，像早期的时候，它的物资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对，所以呢，那我们就是用家里自己有的鸭蛋，然后把它做成麻油，在坐月子期间，然后让婆婆补身体。好绵哦！为什么那蛋黄有一点点溏心的那种感觉？对，像我们家我们就喜欢吃这样有带溏心的，因为你可以感觉得到它的那个绵密，对，跟鸡蛋是不一样的，对，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有感情的纠缠，我觉得是那种浓稠化不开，加一点炒过的麻油的香味，很香，对，很暖，很补身体。对。三色蛋，小孙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大部分的时候你在外面吃到的三色蛋，它一定都是用鸡蛋。那我们这一边的话，我都是用鸭蛋下去。感觉鸭蛋在这样吃的时候，它的那个腥味就比较不会有。它没有什么腥味啊。对。然后再来是它很 Q 弹。对。而且它的饱足感非常够。等一下你们吃甜点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是哦。我已经吃到不太想讲话。这个还不错哈。这个你做的吗？这个是我婆婆做的。好好吃哦，带有一点点青葱，然后蒜的那种感觉。对，夏天吃起来气味特别好。那是照烧皮蛋，上面是有淋鸡汁的吗？淋了酱汁啊。好香哦。带甜的一点干辣的那种酱汁的感觉。我喜欢。蛮厉害的。那个蛋可以吃出干辣的味，就是它的那个酱油的那个香气。真的，哇，厉害！太棒了。布雷是。布雷的话要喷糖照烧。哦，要喷的。对，我先示范给你们。把那个糖也撒上去。对，然后等一下。那个不是糖哎。对。我太紧张了 ，I'm sorry。我就看他很认真的准备要开那一瓮。我还想要咬出来呢。那我们再来吃烤布雷。小心它！其实我都是这样子，直接敲它。对，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 crunchy。没有想象中那么烫哦。里面是凉的，手很烫，上面很烫。它也是口感比较扎实的。对，紧致度跟那个绵密的程度是完全是不太一样。它就是 QQ 的。太棒了。鸡蛋有带点滑顺感，它这个比较绵一点点。那你吃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肚子好像有点开胃的感觉？后面还有在吃吗？这只是前菜，我们要来大餐了。这个厉害了！我只看你远远的，好像要来朝圣一样。基本上以前呢，这个上海菜啊，这个菜系。算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在吃的，像我现在穿这样子，好像就进不太去了。不会，你很 OK 啊。他在15年前其实有休息过，其中有一个老股东，他就讲说这个他算是新竹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就很多人来这边要求抗议，再开，然后他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把一些老师傅跟一些朋友们再找回来。那所以老师傅跟旧股东大家又集合了，继续开。其实一家店呢，你要看到它的气质，是看它的整个店的那种质感，要看他们那个挂的字画。挂的字，他今天没有放小孙的字，我叫他拿下来。没有，不可以。Hello， 你好，这好有气质哦。这看起来他就很会做菜。国宴的感觉，真的。我们旁边坐着一个非常有为的29岁，我们的店经理，这么年轻就开始来掌握这么一个大局，而且今天把我们的70几岁的以前老和平饭店的主厨给请出来。是，师傅好，师傅你好，这是国宝，是。现在要片鸭，对，我们是上海菜，搭配我们的北京烤鸭这样子。
过去是因这边有很多政商都会来吃这家餐厅，是，所以我们特别设立一个包厢区，县政府团队啊，他们都会来我们这边做聚餐。其实我们最近遇到很多客人说啊，我以前我订婚的时候，我是在和平饭店订婚，那我现在看到了和平小馆，我又回来了，又想到以前他在订婚的那种荣景，所以一直希望我们老板可以回来再开一个叫做和平小馆。对，因为以前和平饭的规模大概是40桌，可以做宴会厅。你现在看到这一幅画，跟这个铜锅，甚至我们入口进来的那2幅上联跟下联的部分，都是我们从对，那个都是从以前和平饭店留到现在这样。师傅骗鸭骗了几10年，对，我就记得当年那个画面，师傅在这边骗鸭，那个阿木在这边骗小孩。哎呀，有一道这个算是上海经典，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是，这个是我们的上海经典老骨头，我心里去。没有，这种老滋味，才是真正的这个老菜单里面那份老记忆。是，其实它基本上它要透过特别的新香料去做腌制，然后出品的时候再透过2次不同的油温去炸它，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看它外面老骨头涩的感觉，但是里面的话，好像炸排骨的。对，里面是很油腻、很滑嫩的这样子。是有放一些孜然啊？是我们在最后出品的时候有放一些孜然，跟外面你看到的是避风塘，那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好香哦！而且它的卤汁已经完全是在骨头边边呢。然后它真的外面带一层这种油脂的香气，里面没有多汁的感觉。它就是透过不同的油温去炸它。恕我用手拿，真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滋味更。而且它一摸呢，它就是有一种软嫩的那种感觉。哇，好好吃哦！它嫩归嫩。这不是因为你们选用的部位的关系，所以它的肉质其实还有一点弹跳的。对，我们基本上是选用南排这个部位，我们是用温体猪。那你怎么还可以请到以前的老师傅这样子重新回锅掌权？我们师傅一直有跟老板有做一个密切的联络，这样亦师亦友啊，对，也是老板也是朋友这样。哇，这个看起来，谢谢师傅，我们就不客气的哇，感谢，真的太香太棒了。其实我们这边选用的是正宜兰的3星葱，吃起来它会多了一点呛辣的感觉。我们长辈先来，长辈是我了，我是你的啊，好，威哥先来。我想说比较远的先拿来了。首当其冲，那个葱就很呛了。因为小黄瓜搭配就帮助了鸭子的那种多汁的那种感觉，增加点脆度的感觉，增加它的口感。这是韭黄鳝鱼，它跟台南的炒鳝鱼不太一样。台南的炒鳝鱼它用的是台湾本土的大鳝鱼，那我们这是用国外进口的，那已经有先处理过的鳝鱼这样子。那搭配我们的韭黄做大火做快炒做使用，对，小真的好吃哎。像因为我觉得它的调酱跟它那个炒鳝鱼，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它那个锅气对要很够，而且它的调酱甜中带酸。是，其实这是上海菜的一个经典菜。哇，好吃好吃。咱们今天有没有听到？现在每个包厢里面都是这样滚滚棍。对啊，这表示呢，这些政商名流啊，大家时间到都会来这边报道。是，今天是中午的时间。对呀，现在是中午哦，外面差不多有2-3千人了。这个是我们的白玉狮子头，那我们狮子头是由师傅手工制作的。哎，哇，真的，好好吃哦，舒服。其实这一区其实蛮多上海人跟浙江人，真的，一些老北北啊什么的，其实他们真的第一次来吃的时候，很感动吗？真的好喜欢。后来又带家人，然后都算是家宴3桌4桌都在我们这边办。真的哦，这是金华哈。是。这个通常就是这样1鸭3吃，是做1鸭3吃这样子，对，而且它特别清澈哈。哇，这个酸白菜是自己处理吗？还是有个配合？我们有配合的店家，他是关西小农，他负责帮我们做。因为酸白菜它本身的甜度就蛮高，是够的，是。然后但这道菜最怕不酸，它的酸度也够，酸度又舒服，然后炒过的鸭的那个香气，对哦。好好喝，这有一点点酸，它其实呢是那种因为失恋，对，然后呢在热恋的感觉，那个酸呢是使人成长，是，有时候回想到那个酸的时候就哎呀，
有想到自己的第一次初恋吗？有，是不是有点酸酸的？完了，要不要来一碗？这是一定要的，喝下去，好不好？有时候好朋友要有1碗酒，但是有时候呢，好家人呢，要有1碗汤，好汤，哇，对，我们来敬一下，谢谢顺哥，谢谢。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快点！